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我係許麗玲。對意大利開始嘅慢食運動，係40年來全世界最重要嘅其中一類實測文化社會運動。所講嘅慢食反對熟食嘅統一性，認真熟食可以當到素菜嘅食材，還有實測嘅多樣性少得當多。雖然同歐洲來比，台灣較慢正開始發展慢食。不過有可能同傳統潛在來嘅速度會比歐洲還較急。台灣發展慢食運動有樣嘅效果呢？發展有遇到乜嘅困難冇？未來又有乜嘅要注意呢？來看記者宋怡娥蔡依從嘅內地報道。借由这样子的机会来把我们一般的饮食习惯来做一些创作跟改变，让我们的鱼肺这一件事情可以更加的活跃跟运用。苗栗板栗也從推廣慢唔影響嘅海洋永續創作活動，希望唔當係海洋資源，按流上岸嘅魚嘅就做得好好利用。做出滿地位嘅囤魚泵內做皮湯拿來補足。相親辦法，我同意做到好事。剛剛吃到魚標，覺得蠻特別的。那今天它看起來像是燉煮的方式把它煮出來，那覺得那個質感有點像軟軟的魷魚那種感覺，然後鮮味非常足夠。大榜園內嘅工作坊，生態廚師對菜體老人家嘅滿足，菜體傳統用唔費嘅方式，這個家庭嘅創意研發出新菜式，隨改變一般民眾對海產是開嚟嘅印象見解，也從創作嘅菜式設計、擺盤唔插花派頭、料理嘅方式咪唔係改難，就係想改本唔費利用一件事情做得長久，做得下去。我們或許也要把它延續下去，而不是說餐桌做完就沒有了。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就是去設計出，我做得出來了以後，當地這裡的餐廳它可以也延續用下去，甚至於它可以變成是一個商品化。對，那它也有辦法去把魚肺這件事情有效的再更加的利用。以下苗栗縣政府推動慢魚運動嘅本地菜體嘅必要求，如何就係傳統一紮。陳飛們該放夜看到也到唔費新菜式，就做得變做菜單後賣嘢得嘅商品。我們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坊跟餐桌，那未來我們就可以知道，這麼近海的魚，我現在以往我會傳統，我只會買固定的一些魚種，可是現在未來有肺魚的話，我就知道如何去把它使用在我們的餐桌上，然後未來我們餐廳也吃得到。對於本地嘅利益來看，慢食系統當中嘅慢魚運動，會參睇苗栗發展到唔會難。事實上，對2019年起時，地方政府就睇苗栗海鮮是鄉鎮創意慢魚精神。不過，想要同地方有改強改到嘅結合，並冇想象中嘅咁簡單。整個苗栗市鄉鎮從竹南後龍通霄苑裡有將近50公里的海岸線，那我們的漁產又不是很豐富，所以我們在推廣慢魚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不太懂到底你們的慢魚運動的內涵到底是什麼東西。因為我們的漁獲量真的非常的少，大概全台的0.2%、2%的漁獲量，對，所以我們用這麼少的漁獲量去跟人家講你的要怎麼吃魚，是一件很奇怪的這些事情。今年前2禮拜插秧插下去之後，就比較沒有時間去管它，所以你看中間有些空掉，對，腐獸都吃掉。民間自家發起來整理團體合作慢食組織，3月的能成為國際慢食組織的成員。不過冇公部門的經費補助，但將技術市民團一起來做，為正式簽出合作慢食特別嘅素材，強化行為好結果嘅。
在目前可能在资源比较不足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可能还是会先从一个比较小小的行动先开始去慢慢做，然后去慢慢的滚动，也像我们去年从发起小聚的概念一样，然后去慢慢让更多人去知道跟响应。参外团员出面实操文化，按贴片按相应来比，客家种传统实操嘅特色。每晚会详细去请去整理。它的困难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的日常其实对别人来讲不是理所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像我很多时候他会回家问他妈妈说：“哎、妈，这个萝卜糕很酷啊，这哪有酷？就再米碾一碾加萝卜，不就这样吗？不就这样？其实就是保存的困难性，因为大家觉得啊，不就这样，其实都会让大家思考说。”这个作物对我或是对我们家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我想每一个族群都有很值得珍惜的饮食文化。换句话说，是客家绝对有它有优势的饮食文化，值得被保留，值得朝国际慢食去发展。慢食运动除了保存本土食物传统以外，还重视生活多样性，透过教育。囤饮食知識同傳統教本行業台知識，甚至係用創意行動來影響公司部門嘅決策。我個當然認為，喺台灣食譜推動慢食議題，佢更新佢冇做。像现在西半部其实很少做慢食，第一个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做慢食感觉推光光，所以花东很适合做。有些对西部来讲说，做这个。哇！我一天要出1万斤的，对，我一天是要我工厂一开就是这样的产线，我怎么可以做慢食？未来可以期待，就是说把慢食这件事情怎么拓展到西部，然后西部会怎么样做，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它可能会长出跟东部不一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商业化 ，maybe， 那可能也会是一群原本是在做食农教育的，然后他来用这样的词汇，我觉得这是非常开放性的发展。这个是红梗的老叶，红梗，那个酿酒的时候一定会用红梗的老叶，红梗的老叶也是稍微辣一点。人工係野菜酵母嘅50年，受阿美族野菜知識29年。按多年來，以美屯慢食團體花蓮縣政府共同合作，結合慢食運動，推展原住民食材文化，對建立野菜菜式文化知識。打造野菜學校，成立原住民慢食廚師聯盟，探底慢食不浪費，一步一步為行公前，就希望花蓮將來會係亞太地區嘅原住民慢食中心。台湾原住民族群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我一直强调这个16个族群是国家认证的，他们知道我们想要争取亚太地区原住民慢食博览会，希望能够在台湾，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非常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鼓励厨师回到自己的文化的脉络上面，甚至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思考，我如何用所谓的传统的或在地的食材，然后甚至结合创意，然后发展出一个变成我们在餐桌上能够有更多人能够接受，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认识，然后甚至于更能够懂得原住民文化后面的深层的意涵。回到自己族群文化本身的话，也许不要太在意主流，应该回到自己本身的一些文化和核心的精神。那未来要发展产业，或者是从慢食发展出观光，或者是教育系统，那个就是后面很自然而然就会达成的。运用传统智慧提升其菜式、耕種、播種。花蓮原住民該會用亞到在地風土嘅食材，料理出該有特色同人無相同嘅風味菜。原住民慢食特色本人經常該吃。我參與嘅方面，係有人受騙呢，按你會有排除騙人嘅問題嗎？他們是希望
越来越小的小朋友有族群认同，所以他一定要排他，你不排他，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族群认同这件事建立好。我们先学会所谓的独立性，跟我们先学会传统性，再来做创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group 给建立好，那建立一个网络，我们都可以做交流。老人下已經辦理19場次嘅台東慢食節，已經係台東慢經濟嘅經典品牌。本人看到普落傳統食材嘅辛苦內以外，店家用自然設計，也就係100道來將食物嘅視覺美好，又環保又熱鬧，就變得怪時尚。很多攤商就覺得弄葉子做石器的這件事情是很漂亮的，然後又很自然，那就會變成是只要到慢食節，好像自然石器這件事情就是被畫上等號，然後最後幾乎到每個店家幾乎都會想要用綠色的植物的素材做成自然石器，這個是蠻大的一個改變。其實慢食現在已經跟在地的或者是我們花蓮或台東的觀光都有很深的連結，因為它本身就是可以做成一個很重要、很吸引，不只是吸引，而且是飽足了我們各種感官的享受嘛，哈。台東慢食節舉辦了很多年，因為傳點係建造建景緻，嗰上面有人批評現來人商業化、貴族化，屯慢食本身嘅想法冇共用。有些人會覺得在慢食節的食物沒有那麼便宜，那我認為店家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補償，因為可能你每一個手上拿到的食物都不會輸給餐廳的一道正式的這個料理所花費上的功夫，所以如果你有聽到任何那種比較貴族化，或者是可能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哦比較貴一點，或者是可能太美了等等的這種精雕細琢，但事實上我們從來都沒有去標榜或鼓勵往那個方向走，因為那並不是慢食運動的核心精神。這樣實測係佢哋規劃嘅成立，愛屯慢食精神推廣出去，唔是講商業係其中一種嘅方式。我促權實測研究學者沒提下，千萬做唔得聽標係主體性。如何能夠讓在這樣子的一個很歡愉哈，又很美學，有具有美學效果的，有吸睛的，有打卡點，我們如何深化台灣一般民眾哈對於原住民飲食或者是其他族群飲食的認知，那進一步到對文化的認識跟尊重，多元文化的肯認等等這些，那我相信這些都其實是慢食可以帶給我們去思考的一些方向。那個主體性是一定要有的哈。那這不管你是原住民主體，或者是農夫在地的食物的生產者，這件事情，這些都是要回到最原始，是他們才是我們要真正關心的，然後我們要能夠肯認的一個主體。對於泰利發展起來嘅慢食運動，係廿為40年來全世界最重要嘅其中一個飲食文化社會運動。反對熟食嘅一致性，影響到該度地方嘅食材同食材嘅多樣性，韓本傳統食材同菜式消失。雖然台灣對慢食嘅國情講慢，不過回歸傳統嘅腳步，天朝會比歐洲行到別國家。我覺得那個價值放諸世界皆準呢，因為它就是在講的就是 good, clean and fair。我們在講食物的這個本質，而且它強調的是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權利去得到這樣子的一個對待。所以它其實你講的是食物，但是背後講的是人權。我們不能因為素食的主義而去犧牲掉，比如說傳統的這些漁獲工作者，或者是因為生活的便利而犧牲掉了一些某種傳統的美好。這個世界不是都是朝快這件事情快速去轉的，還有很多很美好的價值，其實它很值得被保存。但是你如果不保存它，你不去重視它，不去倡議它，它就會慢慢的不見。我覺得台灣如果連結成應該我們這種推慢食力，這種慢食的經濟，這個是我們台灣不管在觀光或者在飲食或者是文化產業上面，或者是城市的力量，這件事情，我覺得都是各個城鎮可以思考的。不管是對自己的族群飲食文化認同，或對於自己地方的多樣性的網絡的認同，甚至是說有一個橋梁，可以把我們對於我們上一代所有在保存的東西，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我們的方法先去學習後再轉移？
用自家族群的食材文化，搭配法国风声、经济谱来保存继续发展。爱自家嘅生活唔会强调係采啲传统嘅风土之美，也怕嘛就係台湾慢食力做得永續，搭配確實做到冇嘅改變。